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为什么有的人满脸老年斑，有的却干干净净，说明什么？看完你就明白了。小李今年27岁，是一名销售人员，平时经常的需要拜见客户，但有个事情让他很不自信，那就是他的额头、脸颊和肚子上有很多米粒大小的黑痣。他听说激光治疗可以去黑痣，所以他决定去皮肤科看一下。接诊的皮肤科医生发现，长在小李皮肤暴露部位的黑痣，有的已经差不多有1厘米，而且容易被剥去，不像是普通的色素痣，所以从小李的肚皮上去活检做了个病理检查，检查结果显示，小李皮肤上的黑痣其实是老年斑。小李对此很是疑惑，老年斑不是老年人才长的吗？他这么年轻，怎么也会长老年斑了呢？不到40岁就长了老人斑是什么原因？老年斑的医学名称为脂溢性角化，是很常见的良性皮肤肿瘤，跟角质形成细胞增生有关。老年斑通常表现为淡褐色的扁平丘疹或者是斑疹，表面光滑或者是有点像乳头瘤，好发于头部、脸部、手臂、手背和躯干等的部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斑的数量会逐渐的变多，颜色也会逐渐的加深。为什么有人年纪轻轻就长了老年斑，有的却干干净净？老年斑是皮肤局部黑色素过多的结果，紫外线的照射、皮肤炎症和皮肤老化都会加速黑色素的生成。例如，日常没有做好防晒，长期的紫外线照射晒伤了皮肤，引起了局部的炎症和色素沉着，于是就很容易就会长出老年斑。另外，像是抽烟、饮食不健康、缺乏运动或者是睡眠不足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会加速皮肤的老化，导致黑色素和自由基无法正常的被皮肤代谢掉。当皮肤里积聚了太多的黑色素，就容易年纪轻轻长老年斑了。而且老年斑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，如果本身有老年斑的家族史，又不注意防晒和生活习惯，老年斑的发生年龄就会提前，甚至20岁左右就开始长老年斑了。老人斑会伤害健康吗？要不要去掉？一般来说，老年斑是无害的，不用进行特别的治疗。但如果老年斑在短时间内大量广泛的出现，或者发现老年斑突出皮肤，摸起来偏硬，会有瘙痒、脱屑或出血等异常的症状，就要重视起来，及时到医院接受治疗。如果想去除老年斑，一些网传的方法可靠吗？下面让我们来逐一分析。用生姜、大蒜、醋可信吗？民间关于去除老年斑的偏方，最常见的就是外用生姜、大蒜和醋，但实质上这些偏方都没有科学依据。对于一些表面有结痂或者是呈乳头状的老年斑来说，由于其表层的粘着性并不强，涂抹上述的这几种东西的时候，可能会使老年斑出现局部的脱落情况，但并不代表有治疗的效果，因为表层脱落后还会继续的再生。而且生姜、大蒜和醋都具有一定的刺激性，直接的涂抹在皮肤上可能会刺激皮肤，进而引起皮肤发红、瘙痒、疼痛、长红斑、水泡、糜烂等不适的症状。用红霉素软膏可以吗？网传皮肤长老年斑可以涂点红霉素软膏，有助于老年斑的消退。然而，红霉素软膏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，不能长期使用。而且一般来说，红霉素软膏适用于毛囊炎、倒刺、冻疮、烂嘴角和痔疮等皮肤有感染的情况。老年斑是属于良性肿瘤，所以不对症。在临床上，治疗老年斑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：激光或者是电灼治疗。老年斑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光电治疗。
其原理就是通过热效应来让发生病变的表皮气化和坏死，从而使下方的正常组织露出，后续只要等待新的表皮长出即可。但这种治疗取决于操作医生的手法，一旦治疗过深，可能会造成色素沉着或者是留疤。2. 冷冻治疗，食物温度为-196摄氏度的液氮短暂的冷冻老年斑的患处，可以冻伤老年斑并将其去除，但治疗后患处会形成一个小水泡，并且伴有一定程度的疼痛感。3. 药物治疗，如果老年斑涉及的面积较大时，通常会采用外用复方为 A 酸乳膏或者是口服阿维 A 酯等的治疗方法来进行综合治疗。3. 不想过早长老年斑，做好5点。想要预防老年斑，日常就要多加的注意以下这几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要注意防晒。上文我们提到过，过多的紫外线照射是引起老年斑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因此无论什么天气，出门时都要做好防晒的措施。除了涂防晒膏外，穿长袖的防晒衣服，戴太阳眼镜，戴遮阳帽、撑遮阳伞等也是有必要的。2. 健康饮食，日常爱吃烧烤、甜品、油炸食物、高盐食物、奶茶等，容易引起体内发生糖化反应，进而产生过多的自由基，使皮肤提早的衰老。所以建议平时就要尽量的吃得清淡一点，健康些，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多喝水。3. 坚持锻炼，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机能，加快新陈代谢，从而延缓衰老。所以平时养成运动的习惯，每天抽出30分钟以上的时间来锻炼身体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斑。4. 不要熬夜，皮肤在睡眠的时间会进行自我的修复，此时身体的新陈代谢也是比较旺盛的。如果熬夜的话，就会破坏了这种生理机制，让代谢速度变慢，同时也会降低皮肤的自我修复力，最终会导致皮肤加速的衰老。5. 不要吸烟，虽然吸烟是否会引起脂溢性角化还存在着争议，但是吸烟会加快皮肤的衰老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如果有吸烟习惯，最好是尽早戒烟。老年斑是最常见的皮肤问题，好发于老年人身上，但年轻人如果不注意防晒，生活习惯不良，也可能会长老年斑。老年斑一般是不用治疗的，也可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接受相关的治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切勿乱用所谓的祛斑偏方，也不要乱用药膏，以免对皮肤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